邵明哲写匿名信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吧？对，1个月07天。1个月07天，啊！先是我们老书记倒下了，马兴亮自杀，星宇被人暗算，可我们呢，一无所获。哎，这个付出跟收获，是不是太不成比例了？10年前，我作为主管政法口的书记，担任了817专案组的组长，带你们打了一个大败仗。可是1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专案组组长，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就已经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817案子就是破了，凶手也抓到了，这个仗赢得也不光彩。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案子不破，那就不只是光不光彩的问题，那就是一个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活着的人，和如何去面对那些为这个案子牺牲了的人的问题。哎呀，所以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又不敢问，看来还是得问呐。韩市长，817案不破是我作为警察一生的耻辱。如果要我表态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和这个混蛋较量到最后一刻。乔一民是锁定了，证据呢？啊？反而他在我们破星宇被杀的案子当中立了头功。你来告诉我，到底是乔一民隐藏的太深，还是我们把目标锁定错了？啊？哎，你们不用怀疑我这个专案组组长的心态是不是不稳，或者是信念动摇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么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反复复的来回几个肯定啊、否定啊。为什么？我告诉你，那就是因为我们输不起了。坐下。是。林兰，林兰，从你进了我这个门就一言不发，我拜托你说2句行不行啊？好，市长，您说的对，您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深信不疑，我们锁定乔一民为817案的重大嫌疑犯是没有错的。看来你挺有把握是吧？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拿到他的证据？什么时候能抓住他的把柄？韩市长，我记得您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们现在需要跟对方斗的是智商，比的是耐力。如果谁沉不住气，乱了脚步，乱了方寸，那是必败无疑呀。所以市长，恐怕这件事急不得。如果对方不出手怎么办？他一辈子不出手，817是不是一辈子破不了啊？他不出手，会有人逼着他出手。谁？邵明哲。邵明哲？他怎么逼他出手？市长，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因为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说出来听听。很简单，就以邵明哲诬告乔一鸣，并引发了2条人命和击倒老书记的恶果为由，撤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把邵明哲逼上绝路。您试想，他还能沉得住气吗？坐下说。韩市长，根据法律，我们对邵明哲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想，根据刑法，虽然邵明哲当时写这封举报信是出于报复和嫉妒心理，但是他其中列举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定他的罪。如果用民法，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需要乔一鸣出面。只有乔一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啊，那么邵明哲的罪名才能够成立。显然这一点我们更难做到，只有通过行政手段，让这个邵明哲因为这封举报信遭殃。这个时候他肯定会跳出来证明自己不是诬告。他怎么证明自己不是诬告？这个很简单，这个时候他非常被动，他只有老老实实的交出来所掌握的乔一鸣犯罪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不是诬告。如果他不是诬告，那他就没有犯诬告罪，反而举报有功。到底是想立功，还是因诬告而身败名裂？我想他不会不做出明智的选择的。这个办法看起来是麻烦了一点，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师长，双开一个副行长不是我这个公安局长能力所为的。您如果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您是不是出面？我告诉你，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还得走组织程序。但是我答应你，我想办法。好，那么我们就静候佳音了。817啊，817，你到底还要折腾我们龙城多久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现在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他因为跟你过不去，所以写你明信举报了你，你还打了他，还说不会放过他。你现在要找黑道上的人警告他、吓唬他，那他知道肯定是你干的。到那会儿啊，你不但没把他怎么着，反而被他反咬一口，硬搭上一个你跟黑道上来往的罪名。你说你恶心不恶心呀？这招不行啊，绝对行不通。那我没招了，你给出个阴招吧。我可没有阴招，我只有阳招。那你就说说你的阳招。那你说，邵明哲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你说的不会是楚梦吧？对，我说的就是他。楚梦现在最怕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梦梦家园开盘之后卖不出去啊。如果楚梦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你报复邵明哲而起，那他还能在龙城的商界里混下去吗？我想，就凭你乔大老板的实力，要想收拾谁，对你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到了那个时候，他邵明哲和楚梦，要么是反目为仇分了手，要么就远走高飞，躲到别的地儿去混日子去了。你这招还不够阴吗？商界的竞争可是无可非议的，你可是在名正言顺地打压他梦梦家园呢。乔一鸣不得不承认，敏捷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而敏捷的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眼看着乔一鸣和邵明哲不计前嫌的和平共处。记得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你说的对，对恶狼就不能给半点的仁慈，还要痛他。今天呢，你什么主意也没给我出，我呢也什么也没听见。我是个商人，在商言商嘛，生意场上都是合理竞争，我怎么能干出不善之事呢？就好比杀人犯在杀人的时候，总会给自己找出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说，我爱你，但你不爱我，我就杀了你。但是我给我自己说，我不是故意的。记住啊，这不是报复，
是竞争。聪明，你太聪明了。喂，我是乔一民。哦，我马上来。好。知道谁来我办公室了吗？哎，林觉，你觉得我们这次的把握有多大？说实话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让他俩叫起板来，毕竟是次机会，对吧？我在想，这个邵明哲掌握着证据，迟迟不肯出手，那他心里一定有鬼。乔一鸣迟迟不向邵明哲采取报复手段，他心里的鬼更大。好在他现在沉不住气了，终于和邵明哲开打了。地雷来电，他怎么说？你说奇怪吧？邵明哲居然亲自拜访乔一鸣去了。不会吧？他们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他们俩真的联起手来，那我们麻烦可就大了。你打我是对的，我确实该打，我打你是不对的。一切祸端都是起源于那封不理智的那个该死的举报信。我不光是冤枉你，还害了严书记，还害了他的儿子。你别说你恨我，我现在自己都恨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弥补我犯下的这个大错。你尽可以惩罚我，我保证。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自作自受，愿为自己犯下的大错受任何惩罚。说完了。对。哎，我今天是硬着头皮来见你的，目的就是一个，向你认错。求得你再一次的谅解。是不瞒你说，你今天来找我的时候，我刚关了电视机。我是不忍心再看严新宇追悼会的录像，我流泪了。我骂我自己，居然害了这么好的一个人。你相信？这种自责将会陪伴我走过余生。你骂我是对的，我确实是个大混蛋。老邵啊，你知道不知道？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人呐，这人这辈子千万别做下什么错事。有些错事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对，今天呢，我到你那儿去打你，这也是我一时的不冷静。后来我也反省了一下，你说你怎么不举报别人，偏偏举报我呢？肯定有我自身的原因，要不就是我哪点得罪你了，要不就是我做下了什么错事，让你把我和817案扯到了一起。老邵啊，我们忘掉不愉快，我们两个人还像过去做朋友一样，推心置腹的说说心里话。你说你到底发现，哪怕是感觉或者是怀疑我乔一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其实说起来，说不出口。你不会
还说是为了敏娟吧？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之间，不瞒你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以为，你跟他，跟敏娟，所以我才写了这封信，想出你的洋相，看你的笑话。结果，你都知道了，你们俩没那么回事情。 只能说，我是个小人。老邵，你在撒谎，你没说实话。你肯定不是为了我跟敏娟，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没有，老邵真的就多心了。其实你也明白，就说男人为了女人对她的不忠是什么离奇的事情都能够干出来的，真的。 老乔，我真的没什么别的事瞒着你了。你瞒了我也不怕，因为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害了我一次，总不能再害我第二次吧？这是不可能的，再也不可能的。好，和平共处，以诚相待。好，老乔，那我们就忘记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真是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啊！好。 我以为你们俩会再打起来，哼，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和好了。我是来向老乔认错的，还是老乔大度。要是他不容我的话，我在这龙城也就没法待了。小齐，眼力不错啊。哎，别当东郭先生啊！哎，老邵。 他说你是恶狼啊！我告诉你，就算他能原谅你，可是我不能。我可不想让我未来的老公与狼共舞。出去！我可不是色狼。出去！什么老公的，胡说什么呀？谁是你老公啊？你就是我老公啊！哎，别胡闹啊！ 你才胡闹呢！我怎么胡闹了？你认贼作友。我认他做朋友了吗？刚才手握得那么紧，就差拥抱了，让人看着就觉得恶心。小姐，武林高手在动手之前，永远是不露声色，笑脸相迎，这会让对手防不胜防。我可没这么说。我可什么都没听见。你这架都打到这儿来了？没有啊，我们已经和好了啊。莫名其妙。懂什么？喂，你好。啊，我是明哲的爱人。啊，你好，马行长，你好。哦，是吗？好的，可以。嗨，别开我们玩笑了，我们又不是去旅行结婚，他去回去开个会能影响我们什么呀？行，好的，我一定转告他。嗯，好的，好的，谢谢。哎，好嘞，再见。焦大哥。 你跟梦梦说，就说我挺好的。好。石大哥，以后你来，别给我带那么多东西了。我是一山里人，活得没那么惊喜，能吃饱，
能睡觉就行了。这真是不多，也没带多少东西。本来，还有很多吃的东西，你喜欢抽的烟，特别那个牌子啊，还有糖果、巧克力、喜糖。啊，一定是你们的喜糖吧？我们昨天刚刚领了结婚证，梦梦说，一定要把这第一块喜糖给你。王宇，真是对不起。说实在的，我知道你是爱梦梦的，我本来是不好意思来的，但是梦梦让我一定来看你。梦梦说的对，我们都是朋友了嘛。将来我出去了，这喜糖一定要补给我哟。一定的。其实我一直挺盼着您来的，想跟您亲口说一声对不起。我让您受了那么多的罪，您还把我当朋友。邵大哥，对不起。你别说了，这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你真是个好人。邵大哥，等我出去了，一定把你跟梦梦的贺礼补上。对了，我会做盆景，我给你做一束榕树盆景吧，好吗？梦梦特别喜欢我的盆景。明哲，你哭了。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啊！他一直都特别的想见你。我不是个东西，我应该早就来看他了。等他出来以后，我们好好的帮帮他。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梦梦，你放心，我姓邵的人心也是肉长的。等他出来以后，我要把他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什么，他就有什么。我要弥补我对他犯下的大错。你能这么想，我真的特别开心。你不用那么自责。感情这个东西啊，真的说不清楚。王云说了，要我好好的待你。他说，我要是以后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饶不了我的。记住了。啊，对了，刚才那个马行长给你来了个电话，说让你回去开个会，是你们银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人家还在电话里头解释，说你刚刚请了婚假，就招你回去，请你这个新郎官原谅。也好，我正好可以给大家散散喜糖、喜宴什么的。对了，晚上别忘了跟他们说，晚上我请他们吃饭。虽然我们俩不举行仪式了，可是请大伙儿吃顿饭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大伙儿怎么知道我嫁给你了？我是第一次当新娘子，跟他们说，晚上新娘子给他们敬酒。听夫人的。好，太好了，我们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密切地关注他们俩的动态。我相信，以邵明哲的心态，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好，但愿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好，再见。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我刚才在办公室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明明看着是块石头，可是你只要一踩就陷进去。
一踩就陷进去。后来就把我吓醒了。醒了之后呢，又接到一个电话，行了，别给我编故事了，说说你那个电话吧。说有人要办喜事儿，可对我们来说不是喜事儿。有人要办喜事儿，对我们来说不是喜事儿。哟，乔一民和敏捷定亲了。邻居啊，你是不是猜不出问题就打岔呀？谁猜不出问题了？不就是邵明哲和楚梦结婚吗？这还用脑子去猜啊？怎么着，新郎官请你去喝酒啊？不是，是新娘子要请乔一民去喝喜酒，乔一民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哎，邻居啊，敏捷不是已经说，乔一民准备笑里藏刀的对邵明哲下刀子吗？怎么会现在变成这样一种局面？他们看起来要拧到一起了，有这种可能吗？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能，为了各自的利益又不能。但是如果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我们，以保全他们自己，他们这个联手同盟，恐怕就很难突破了。这两个人毕竟不是鱼鲁之人，一个比一个精明啊。邻居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再说这种长敌人志气的话。我们已经想好了各种办法，不让他们形成联手同盟。如果现在敏捷一个人势单力孤的话，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缠住乔一鸣，不给他们机会。今天晚上这个喜宴，我肯定要去了。今天晚上这个喜宴，恐怕你吃不成了。为什么？因为邵明哲恐怕没心情摆什么喜宴了。市委常委会议刚刚结束，对邵明哲的处理决定已经做出了。下午组织部的人就去银行宣布这个决定。这可是个好消息，邻居啊，看来那天我们在韩市长办公室的谈话起效了。各位，今天我专制一次，今天晚上在座的诸位不能安排其他活动，咱们一道去喝老邵的喜酒。老邵，今儿晚上的喜酒档次可不能低啊！老邵，这个怎么也得上3000块吧？对，菜的档次不能低，酒的档次可更不能低啊！你可得跟新娘子打好招呼啊！老刘啊，可是逗新娘的高手啊！来，吃糖。哎，收了吗？老邵啊，大家都嚷嚷半天了，你得表个态。没什么说的，只要晚上大家都来闪光啊，我保证满足大家的所有要求。我们是又盼你们来，又怕你们来。是吗？你们一来，不是我们这儿谁升迁了，就是谁给罢免了。坐。哎，我们大家欢迎两位领导给我们搞突然袭击。先凑份喜宴，10块喜糖，看看您2位领导给我们带来什么喜事啊？这是谁的喜糖呢？哎，我们少府行长今天结婚。不好意思，恐怕今天我们俩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喜讯。老邵，如果今天冲了你什么喜气，你可得原谅我们呀。你们总不会抢走我的新娘吧？马行长，这是市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刚刚做出的决定。马行长，有高升了吧？老邵怎么了？为什么处理的这么严重？为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老邵大概应该知道其中原因吧。老邵，你怎么了？你做了什么违反了你的事儿？我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怎么又是撤职又是开除党籍啊？这是报复。报复？谁报复你啊？谁报复我？大家以后会知道的。今天我把话在这儿说明了，我邵明哲非但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反而我干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会证明给你们大家看的。你劝阻对我的处理决定吧，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别忘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去吃我的喜酒。邵明哲毫不怀疑是乔一鸣以自己诬告他为名向自己展开了报复。他相信乔一鸣有这个能力。邵明哲心里清楚，如果去向组织证明自己不是诬告，只有将自己掌握的那份能要乔一鸣命的东西拿出来。但他不敢这么做。10年前，如果不是他吃了赵雄的50万的好处，暗中帮他转移走了那5000万炒地皮的巨款，也就不会有817这个案件。他的命早已和乔一鸣拴在了一起。他至今也找不到一个既能收拾了乔一鸣，又能保全自己的妙计。但他想，这个妙计一定会有。他认为这个妙计的产生，也一定是在等着什么时机。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机的出现。到那时，你乔一鸣便会为自己做下的所有恶事得到应有的惩罚。在你掉脑袋之日，就是证明我邵明哲清白之时。邵明哲预感到，自己与乔一鸣的清算之日，为时不远了。明哲，你回来啦！你看我穿这件好不好看？是不是有点显胖啊？你穿什么都好看。这是我今天新买的，新郎，这给你，今天晚上戴上啊。这是我的，今天晚上也戴，好看吗？不就是请大家吃一顿饭吗？何必那么讲究啊？我已经很不讲究了。那什么才讲究呢？我听你的，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今天是咱大喜的日子，你可别不高兴好吗？我本来挺高兴的，是你弄得我不愉快。梦梦，我没想找不愉快，是我自己不太愉快。你怎么了？我被免职了，档期也没了。什么？为什么呀？我想肯定是乔一鸣，他在报复我。是因为举报信的事儿吗？他不是都说原谅你了吗？所以他这个人恶就恶在这儿，阴一套阳一套的，看似正人君子，其实阴毒的很。我还把他当成个好人，今天晚上的婚宴我还请他去。你请的对，你请的对，咱们也给他玩个不露声色，让他哪天死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死的。
天又打算穿这身西装啊？有人请我喝喜酒。哦，你最好在喝喜酒之前抽空把这些文件看一下，给个批示。你也不问问谁请我喝喜酒啊？只要不是喝你的喜酒，别人的都跟我没关系。邵明哲和楚梦结婚。那好啊，你就带我向他们祝贺一下吧。弄半天也不知道从……你呀，就这么点事儿，永远也学不会。我不是学不会，我是不想学。我也学会了，就没人给我记了。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前2天大打出手，而后又迅速和好，今天又请你喝喜酒，这么阴阴阳阳的，到底搞什么鬼？哎，他们两个要是问起什么时候喝咱俩的喜酒，我怎么说呀？你就说，咱们俩的喜酒还没酿出来呢。如果有那么一天，也轮不上他们喝。哎呦，海东啊，进。我可什么也没听见啊！我刚刚要开门，这门就自己开了，是不是何秘书？何秘书可以坐这儿。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又没干什么，干嘛要人作证？进。我没搅了你们俩的好事吧？我倒希望我们两个有好事儿，怎么样？又不是你结婚穿成这样，不好看。我说海东啊，你小子也是，连个敏捷你都俘虏不了，让他搅在我们中间。哼！我告诉你，我跟敏娟如果要成不了，你小子是罪魁祸首。我还没找你决斗呢，你别得了便宜卖乖，横刀夺爱，倒打一耙，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你说咱哥俩也是真够倒霉的啊！你看人邵明哲，哼！哎，放多少茶叶苦死了。你说这老邵让咱俩喝喜酒，他是不是诚心气咱呢？他呀，顾不着气咱们了，自己气的都找不着北了。大喜的日子何其之有！哼，你消息太不灵通了。他因为写诬告信的事情，被撤职了，连党籍都没了。邵明哲被撤职和开除党籍的事，让乔一鸣惊出一身汗来。他马上想到，邵明哲一定怀疑是他乔一鸣在暗中报复他。这是乔一鸣最不希望出现的事。在他还没摸清邵明哲到底拿了他什么把柄之前，他是万万不能因为自己而激怒邵明哲的。如此看重名利的邵明哲，不会在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理之后，还能谈笑风生，还能对他乔一鸣笑脸相对。乔一鸣从邵明哲的眼神中看出了笑里藏刀的杀气，这又让他惊出一身汗来。他觉得他应该马上向邵明哲解释清楚，让他明白他遭此厄运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没那么好喝啊！哎，一会儿来。天地良心，我乔一鸣没有半点要报复你的意思啊！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想一想。我能左右市委的决定吗？再说咱两个已经说好了，和平共处，以诚相待。你多虑多虑了。你想想啊，我怎么能怀疑你报复我呢？是我自己自作自受，我谁也怨不得。我只能说是自己给自己上了一堂课。老乔，你是原谅我了，可我那封信还害了严书记父子俩。市里这么处理，我能接受。
那怎么能接受呢？明天我去找韩市长。他们怎么能这么处理呢？按说你的事儿他们都了解，韩市长必须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不瞒你说，我也想到过去找他，后来我一想，哎呀，算了，这自己已经干下了这没脸的事情，还去为自己辩解吗？那不行，你不喊冤，我替你喊去。你举报的是我都没怎么着，他们凭什么处理那么严重？老少，你想过没有啊？你得罪谁了？谁在给你穿小鞋？这样。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说起悄悄话了啊？新娘子和客人们让我来抓你们，进去。好，今天是我大喜日子，咱不谈这事了。姓乔的，你害怕了。唉，你也有害怕的这一天呢。看来还没有打消这条疯狗对我的怀疑。可怎么样才能让他明白，他遭此厄运和我没关系呢？林局长的这招确实不错。乔一鸣呀，乔一鸣，没想到你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哎，乔哥，来，咱们也喝一个。好。乔总你好，韩市长来工业园了吗？来了，正撵着严书记在工地上转着。好，谢谢啊。没关系。哟，小娜，怎么回事？这是谁欺负你了？谁敢欺负我呀？那你肯定是欺负别人了。我从不欺负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猜了。我是来警告一个不识时务的人，让他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别插在别人中间胡搅蛮缠。海东叔，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脸皮这么厚的女人啊？你是不是说敏捷呢？对，就是她。海东叔，你最好离她远点。看起来可是一场战争刚刚结束啊！哎呀，我成了不识时务和自不量力的贱女人。他一个小孩子想说话，你看真当回事儿？他说你贱女人，你就贱女人了。你当时没在，你都不知道乔娜是怎么骂我的。她呀，把能用在一个女人身上最难听的话，全都用上。他呀，他现在骂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又不是你本人，你还真往心里去。不过呢，我把他也给骂了。啊，你把他也给骂了？啊，我要是不骂他，这戏不就穿帮了吗？这样不是显得更真实吗？也是，你这个戏啊，还就得这么演。只是啊，可怜那孩子了。可怜什么呀？你没看我骂完他之后，他变成一小疯子，就把我这儿给砸成这样。看出来了，战斗还挺激烈，把你气坏了吧？那倒没有。由此我可以看出来呢，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一个好女孩，跟我一样。是，这孩子，你想，从小父母离异，现在呢，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犯的话，肯定是可怜啊。不说他了。我听说，昨天晚上邵明哲的婚宴很热闹，他跟乔一鸣整晚上都在称兄道弟。邵明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度了？是啊，是有点反常。对于邵明哲这种反常的举动呢，我们一定要保持时刻的警惕。还有，他现在可是变聪明了，学会了笑里藏刀了。
但愿乔一鸣能明白这一点。乔一鸣肯定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有点慌神儿。这不，他去找韩市长帮邵明哲说情去了。都是好演员，都学会演戏了。那我们呢？我们总不能只坐着当观众吧？说吧，邻居有什么最新指示？邻居指示4个字：火上浇油。对，火上浇油。乔总说了，泗海工艺园的工程必须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样板工程。这老邵的前妻啊，在我那儿当财务总监，然后他就老怀疑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才干了这桩不冷静的事儿吧。后来说开了，我就原谅他了。我什么意思呢？我就想组织上也别跟他过不去了，就是批评批评，教育教育，过去就算了。结果这么一来，又是开除党籍，又是撤职，出手太狠了。这样他会认为是我在报复他，大家都不容易，您说呢？对他怎么处理，是组织上的事儿。你原不原谅他呢，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私欲，就随随便便的去诬陷一个好人吗？啊？你说他这封信，给你，给咱们龙城添了多少乱？是不是？咱们再想想，老书记，想想星宇，你说，组织对他的处理是重还是轻？是他让你找我求情的？不，是我自己来的，是我自己主动来的。不管怎么说，老邵他也是个学者型的干部，工作水平还是蛮高的。他水平再高，心术不正，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好了，咱不谈这个。老书记今天好不容易出来转一转，别添乱了。哎，老邵，我跟你说，我刚跟韩市长谈完，为你这个事儿，情况不太好。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当领导的料啊，实在不行，我还是回大学教书啊。我邵明哲是靠本事吃饭，走哪儿都饿不死的。明哲啊，谁啊？乔总电话。谢谢你啊，乔总啊。不管怎么说，你能为我的事找领导说情，我还是要感激你的。对，我们是朋友，是好朋友嘛，啊，好，哎，伪君子，少个人他拿我当3岁小孩了，真是。明哲，来，好好听我说。他们也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了。不管他们，咱们不跟他们斗了，行吗？我呢，好好的做我的生意，你安安稳稳的搞你的学问。你看，梦梦家园马上就要开盘了，我现在保守的算，我们估计可以赚到6、7千万。你说跟他们浪费什么时间？跟他们斗什么？真的没有价值。你如果不想在龙城待了，你不是喜欢清静的地方吗？我们换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过日子，好不好？有你陪伴，不管是穷还是富，我们都是好日子。只怕是有人不想让我们过着好日子。乔总，我在车上听广播呀，听到你们秀水家苑的广告词了。是吗？写得非常好。秀水家苑，绿色家园，泗海人真诚的回报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园。好，真诚回报，充满爱心。
你们可得说到做到啊。乔总，我最大的优点啊，就是说到做到。好，今天我就听听你们怎么说到做到。来，请。刚才呢，我们的刘副总把你们这几家广告公司的具体情况向我做了一个介绍。你们都是在房地产广告定位和策划上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有做广播电视广告的，有做报纸平面广告的，还有路牌灯箱的广告。应该说门类也很齐全。虽然你们分属于不同的广告公司，但是这次呢，为了我们的梦梦家园，大家走到了一起，我很高兴。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拧成一股劲儿，结合不同的广告媒体的特点，做一个统一的、定位准确的广告宣传方案。这是秀水家苑的主打户型，4室2厅2卫，还有一车库和露天阳台，共有120套，面积在180到220平米，每套赠送花园面积为300到700平米。这个户型和所有户型一样，都进行了精装修，建筑和装修材料都采用的是国家环保部门认可的绿色环保材料，暂定售价为80万到120万。乔总啊，秀水家苑3期工程的详细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把1期开盘的销售任务做好。目前在龙城和我们共同开盘的一共有7家房地产项目，其中有2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一个是梦梦家园，还有一个是山水人家。这2个项目做得非常好啊，估计会抢占我们不少的市场份额。乔总啊，您没事儿不会到这儿来，您今天来啊，肯定有话要说啊。下面我们就欢迎乔总做指示。啊！别鼓掌，别鼓掌，别鼓掌！不是外人，没必要鼓掌。郭经理，你讲话之前都让大家鼓掌。哎，您是很少到这儿来，您要是常来啊，我们就不把乔总当外人了，是不是啊？啊？没什么里外人啊，也没必要鼓掌。大家知道咱是一家人，也知道我是你们的老板就行了。天已经黑了，我不占大家太多的时间，简单说几句。我为什么今天一下车就表扬你们广告词说得好？因为你们的广告词说出了我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郭经理知道我想的什么问题吗？既然和广告词有关，那您一定又是要回报社会献爱心了吧？你说对了一半。我们四海集团有个立誓之言：游弋商海，济世为先。何为济世？今天捐点钱，明天送点物，这都是小济世。什么是大济世？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游弋商海的人来讲，什么是大济世？我个人认为，绝不是送点钱、捐点物，盖个希望小学、维修个敬老院，不是。大济世就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市场纳入到一个正常经营的轨道上来，这是大济世。现在社会上老百姓对我们房地产业意见大得很，公摊面积不合理，建筑工程质量差，这个面积缩水，等等等等。尤其是对我们房地产业的暴利行为是极为不满的。郭经理，秀水1期准备收回多少利润？1个亿吧。大家听到了没有？1个项目就能拿回1个亿。这1个亿我乔一民不要了，全部让利消费者。1期工程保本销售。什么？保本销售？1个亿不要了？2期、3期拿回多少？2期也1个亿，3期嘛盘子大一点，可能能拿回2个亿吧。加到一起是4个亿。这4个亿，我要1个亿，剩下3个亿全部让利消费者。3个亿都不要了？不要了。但是我有言在先，利我让了，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因为让利而降低了工程质量，
降低了工程质量，就等于砸了我四海集团的牌子。谁砸了我四海集团的牌子，就等于砸了我乔一民的饭碗。如果你们要砸我乔一民的饭碗，那对不起，我先砸你们的饭碗。乔总，您这么一干，在龙城乃至全省的房地产业，可就要来一次大地震了。哎呀，济世而且为先，暴利变成微利，无序竞争变为有德经营，就是想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如今的生意场上已经没有了什么投机经营的暴利可言了，没了。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出局，这很正常。重新洗牌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对老百姓来讲，可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你们那广告词说的多好，四海人真诚的回报，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园。好，郭经理就这么干。近半年，我会关注你们的落实情况。啊，我讲了半天了，下面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尽早尽快的拿出一个细则来。就这样吧。郭经理，我先回去了。吃完饭再走吧。啊。乔一民终于不显山不漏水的以济世为题，通过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暗中向邵明哲和他妻子的梦梦家园发动了价格上的打压攻势。他要让梦梦家园项目成为一个死盘，让这个死盘把邵明哲和楚梦逼向绝境。邵明哲要想求生，就必须向乔一民求救。乔一民等待着邵明哲向他摊牌的那一天。来了，你怎么来了？你姐在？不在。你这干嘛呢？我在洗衣服呢。洗衣服呢？哎，你以后别有事儿没事儿的老往办公室和家来找我，你不怕坏事儿？坏什么事儿啊？乔一鸣知道我在追你啊！你看我穿成这样，我是来追求你的呀。那你今天来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敏杰，这屋子里就咱俩人，你能不能换一种语气跟我说话？那你今天来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这还差不多，不管公事私事，公私不分了。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公事儿。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姐是不是去乔一鸣那儿去了？对呀，她吃了口饭，匆匆忙忙就走了。哎，那你猜一下，你姐去乔一鸣那儿干嘛？我估计是为了我跟乔娜吵架的事儿，她让乔一鸣去好好管管自己的孩子。不会，你姐不会为这点小事过去。你姐找乔一鸣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你姐是劝乔一鸣收手。你怎么知道的？乔一鸣今天去他的房地产公司开会，据我们的人汇报说，他开会一直开到天黑才离开。你是说，他开始布置对梦梦家园的进攻方案，他开始报复了？对，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目的，必须等你姐回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会儿我姐已经到乔一鸣家了。他会在那儿待多长时间呢？哎，小姐，我这肚子饿得要命，你能不能给我煮点吃的？我们等也是等。我厨艺可不怎么样，你能忍受吗？我当然能够忍受。一个男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你是说我跟乔一鸣？我都忍受了，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原来你一直都在忍受啊，那你就接着忍忍，你就饿着吧。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呢可能是措辞不对啊，这个不是忍受，是享受。其实我一直享受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你能不能让我再享受一下你精湛的厨艺和可口的饭菜？你就贫吧你。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啊。谢谢。哎，不用太复杂，一碗方便面就行。没想太复杂。哎，那个能不能放一点点青菜？好。哎，最后的时候要一点点葱花，行吗？你还想怎么着啊？没有了，没有了。